我瞄准了打。哇！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什么情况？中国搏击高手铁英华被击倒了，外国观众不淡定了，纷纷站起来鼓掌欢呼。不知道的还以为铁英华被他这一腿 KO 了呢。重新反应过来的铁英华，二话没说，直接临门一脚踢断了他的脖子。台下的铁杆粉丝瞬间鸦雀无声，一个二个都看傻了眼，甚至连泰拳王子波球都看蒙圈了。为什么台下外国观众的表情变化如此丰富？那是因为被铁英华踢断脖子的不是一般人，他拥有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双重国籍，并且还一跃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在当地拥有高昂的人气和威望，在搏击排名中也是稳稳地占据着排名前3。铁英华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年轻小伙，年仅19岁的他在国内轻松斩获6连胜，是中国搏击界几10年难得一见的搏击天才。出众的表现加上优良的战术打法，还有他那逐渐成型的作战体系，很快铁英华就成为了替国出征打比赛的首要人选。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英华的精彩表现。红色拳套是中国勇士铁英华，蓝色拳套是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艾迪。在此之前，艾迪曾被邱建良狠狠暴揍 KO， 肋骨险些被打断3根。这一次也算是艾迪的复仇之战，毕竟铁英华和邱建良是来自同一俱乐部。别以为铁英华才19岁就认为他好欺负，优良的战术打法和心思缜密的作战计划，短时间内艾迪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进攻机会来与铁英华展开对抗。节目的话，你对这个艾迪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武林风在这个2011年9月份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比赛，那场比赛当中，蓝方这个艾迪就同谢雷打满了4局，最终双方是战成平局。那么今天小虎铁英华来迎战艾迪，我们这场是一场硬仗。我们通过这个开局来看，今天这个艾迪要比他2年前就是更加硬朗，但是小虎铁英华有他的杀。艾迪也是一个狠角色，为了能学到马来西亚所提供的绝世武功，不惜放弃了来自越南拳坛方面所提供的优渥条件，当即就投奔到了马来西亚拳坛为马来西亚效力。经过艾迪的不懈努力了，最终得到了本地观众的认可，并被公认为是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看来艾迪是为了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情，但这并改变不了他被铁英华踢断脖子的命运。这次武林风来到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体育馆来举办这次男子67公斤级的这个4人赛也是 WLF 和这个 CAK 的再度联手合作，目的想通过这种4人赛来选拔出更优秀的选手。今天这个 ID 也是有边的啊，他比年轻小伙铁英华打起架来非常勇猛，完全不顾艾迪所实施的防守反击和什么独特的还击，拿着拳头就开始往上打。尽管艾迪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拳坛老将，但面对铁英华这样猛打猛冲、估计后果的选手，艾迪内心不免就有一些害怕。于是艾迪果断选择了沉浸式打法，只要铁英华不主动进攻，那么艾迪坚决不会擅自出击。中猛是利用你的拳法。我们看到小虎铁英华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的这种杀手锏还没有发挥出来他的威力。那么这种威力是他的拳法，是他的进攻的主动性，是他的虎虎生风的力量。10 seconds， 已经倒计时，还剩最后的10秒。这场比赛打得很硬双方打得很硬。哇！第一局比赛时间到了，第2回合开始了。尽管铁英华在国内取得了6连胜的战绩，但铁英华急需一场在国外擂台的胜利，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打内战的高手，在外国擂台打比赛照样不会丢中国搏击的面子。民族英雄艾迪打心底瞧不上铁英华，毕竟年龄差距在这摆着呢。但铁英华的表现却让艾迪有点畏惧，一套接一套的猛烈进攻打得艾迪有点魂不守舍，对此艾迪一点办法都没有。力量比较大，技术说不是那么的细腻在进攻上，而铁英华在第一局比赛里面他的这个杀手锏拳法还没有发挥出来，尤其在后头拳。对，哇，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小虎被激怒了。被击倒1次的铁英华明显有点生气，
碍于艾迪在本地的人气和威望，再加上台下外国观众大声呐喊欢呼，铁英华强压怒火，继续与艾迪保持正面对抗。然而泰拳出身的艾迪越来越暴躁，时间拖得越久，艾迪打架的架势就越凶猛。看来这家伙是打算放手一搏，与铁英华对拼到底，把铁英华的战术体系打乱。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场的观众都在为马来西亚的艾迪呐喊，但是我们看到小虎还是反应很快的啊，马上调整自己的战术，对，利用后手的直拳攻击对手。我们说这就是武松打虎的力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我们曾经说，马来西亚的艾迪在和2年前吴林峰第一次来到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英华的作战计划稍微有了一点改变，但这并不耽误铁英华对艾迪发起猛烈进攻。一旦铁英华发起猛烈进攻攻势，艾迪唯一能做的就是防守，就算顶着巨大压力实施了一系列防守反击，那也无法与铁英华的猛攻展开抗衡，并且稍有不慎还会被铁英华死死压制住。丰富。刚才他在第2局比赛里面利用一个我们说是一种像那个侧手那种动作啊，你看刚才有一个银击，他在比赛里面，现在铁英华只有主动进攻，打乱他的这种防守的节奏，你让他占据主动。20 seconds。现在艾迪打得很聪明，我不跟你拼节奏啊，我就是一板一眼的给你。10 seconds。当然，铁英华他这个右膝关节的受伤也或多或少。第3回合开始了，艾迪除了冷静对待眼前这位已经全方面爆发的铁英华，要么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与铁英华对抗到底。除此之外，艾迪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着牙扛揍。主场作战的艾迪非常爱面子，眼看铁英华即将占领大比分优势，掌握比赛节奏，艾迪也忍不住了，决定开启了最后的体能储备，与铁英华来一波生死对抗。通过前2局比赛，在第3局的开局，我们看到铁英华的进攻节奏要比前2局要快，因为你一板一眼的来给铁英华打的话是不行的，毕竟这是艾迪的主场，他和2年前的进攻的力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要想占据场上的主动，只有把比赛节奏带起来，毕竟这个艾迪的年龄。比赛已经来到了决胜局，全程都在发起猛烈进攻的铁英华逐渐冷静了下来，毕竟此时的铁英华已经掌握了大比分优势，再继续与艾迪展开死亡对拼，恐怕铁英华要吃大亏。年仅19岁的铁英华根本就不像是19岁，他体内所蕴含的战术打法已经远超同龄人，再加上他那积极作战的态度与气势，很快就压制住了他比打了9岁的艾迪。更希望你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因为毕竟艾迪是练泰拳的哦。那么现在铁英华已经把自己的战术风格打出来，他的风格特点就是凌厉的快速进攻的速度和拳法。他在比赛当中体现出一个快、一个猛、一个虎劲儿。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铁英华，艾迪趁铁英华不注意又来了一个怪招，或许这个怪异的招式就是马来西亚独有的绝世武功，但这些招式对铁英华来说已经免疫，无论艾迪再怎么对铁英华施加压力，铁英华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并对其实施强烈的反击。时间越来越紧迫，留给艾迪翻盘的时间不多了，再加上铁英华也在奋力抵抗，对于艾迪来说翻盘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上节奏，铁英华，快点！漂亮！这就是一个高面子漂亮。最终艾迪倒了下去，铁英华临门一脚踢断了艾迪的脖子，让其永远的躺在了擂台上。重新反应过来的艾迪依然很猛圈，根本想不到铁英华竟然这般厉害。太漂亮了！哇！还有45秒，太漂亮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这样的话，常裁判邱明阳为了保护艾迪，终止比赛。这样的话，铁英华就 KO 了艾迪，赢得这场比赛胜利。最终，铁英华获得了胜利，赢下了他在国际擂台的首战。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铁英华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